灶台不少人见过，但带烟囱的灶台，你知道它是如何打造的吗？上一期说到，发哥在平筏上建造了一个土房，不过在里面烧水煮饭，那叫一个火一点，烟一冒，眼泪不停往下掉。想了想，他决定再给土房做个灶台。此刻他已经用泥土和茅草混合好材料，接下去要做的就是先给灶台塑形。灶台的塑形讲究一个藏风聚气，在确保火种不灭的同时，还能排出烟雾。熟知这点的发哥，也是先给灶台做了一个 U 字形状。这种形状的灶台不仅可以起到聚火的功效，还能节省不少木柴。在他的巧手下，灶台已经逐渐有了雏形。这时，发哥往上面插了一根水管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烟囱塑形。烟囱位置用水管固定之后，把泥土裹在水管的四周。不久之后，一个类似簸箕的灶台就有了。但是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，还要做灶台的架子。把炼过的泥土放进营地，发哥用陶缸盛了一锅水。这时的泥土早已被太阳晒得硬邦邦，需要加点水软化才能更好的塑形。由于灶台的底部是竹片，为了防止煮饭的时候不会把房子烧了，他优先考虑在灶台底部加一层泥巴。随着发哥的不断处理加工，灶台搭建也进入尾声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铁条放到灶台上，然后用泥土将铁条两端覆盖。这个泥土做的灶台就大功告成了。发哥把2根木棍放到里面比划了一下，这个宽度还是很合适。灶台的外边已经慢慢开始定型，他用手将灶台外沿打磨得光滑无比，这样能让灶台更加坚固。趁着泥土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时候，发哥不紧不慢地把灶台上的水管拔出，拔出的水管仍可留作钓鱼陷阱，洗干净留着下次再用。做完这些，他把一根小树枝插在灶台的上面。有谁知道为什么要在这边插一根树枝吗？欢迎评论区畅所欲言。返回营地，发哥将之前腌制好的鱼肉取出，看这架势，鱼肉已经被腌制的差不多了。他决定再拿出来晒一晒，这样才能让鱼肉更入味。营地内的地面也要进行一次清洗，毕竟这里是用来睡觉的地方。正所谓新屋入伙一定要红红火火，新灶使用前也要来上一把火，使得灶台干涸得更快，也更结实。随着第一把火的熄灭，营区外围的烟囱也冒出了滚滚浓烟，看得出来发哥的灶台打造的相当成功。再往里面塞上一些柴火，把灶台整个烤了一遍就可以了。忙活了大半天，也是时候补充点蛋白质了。屋内没有了炊烟袅袅，大小黄终于赶在营地中呼呼大睡了。任凭发哥劈头盖脸地推扫着小黄，小黄愣是毫无反应，继续我行我素。来到营地外边，发哥收起刚才晒出去的鱼肉，这才一会的功夫，鱼肉就变成了鱼干。这就是他为何要建营地的原因吧。听到恒河水沸腾的声音，发哥连忙撤下水壶，往灶台中添加了一些柴火后，他把鱼肉放到火堆上烤。不到一会的时间，鱼肉就散发出阵阵香味，伴随着火堆的熄灭，鱼肉也变成焦黄色。发哥连忙把鱼肉从灶台上取下，看着外焦里嫩的鱼肉，他也是毫不客气的直接把鱼肉塞入嘴中。发哥一口米饭一口鱼肉，吃得不亦乐乎。这腌制过后的烤鱼肉简直就是下饭神器。转眼间，鱼肉和米饭就已经被风卷残云，无敌的合景，美味的食物，真叫人心旷神怡，陶醉于此。这个男人买不起房，他选择远离城市喧嚣，在雨林中生存。但如此恶劣的环境，连做饭生活都很困难，而他又将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呢？发哥此刻背着背包漫步在雨林之中，从过溪的水位就能猜到他为什么在这里。发哥要趁雨林退潮的这一刻寻找美食，而大小黄则在小船上留守看家，寸步不离。水面上突然出现的一节枯木吸引了他的目光，木头上长了许多不知名的蘑菇。都说红伞伞白杆杆，吃完一起糖板板。尽管这些蘑菇没有红伞伞，但凭借20多年的打野经验，要是吃了这些蘑菇，那肯定是取一响不一盖，全村男女老幼等上菜。一路的行走让发哥开始有点体力不支，好在这边到处都有树木，累了可以坐在树枝上休息一下。不过这样肯定不是长远之计，还是得搭建一个临时营地才行。眼前这片被树木围成的开阔地带，看起来是一个搭建临时营地的不错位置。他来到树丛中间，手舞足蹈地比划着，很显然心中已经规划好了营地的结构。他把装备挂在树枝上，然后从胶带里面拿出路上捡到的渔网。不过在建造营地之前，先要解决好下一步的温饱问题，提前把捕鱼的渔网放入水中，待会就可以一边搭建营地，一边等待猎物自投罗网。看来发哥在时间管理的观念上还是一如既往，一丝不苟。发哥带着整理好的渔网迅速下水，他设捕的地点选择在树荫底下，因为这里无疑是鱼儿的乐园。渔网很快就设置完毕，接下来只需要守株待兔即可。在这样的水面，
你知道怎么生火做饭吗？回到刚才的树丛，发哥随手将几根木棍搭在树干上，营地的框架就有了。周围都是免费的搭建材料，而营地的搭建对他来说，那就是老虎吃蚂蚱，小菜一碟。不到1会的时间，地基的搭建工作就已经完成。但要在木头上生火煮饭，怕是老寿星吃砒霜，真嫌自己活得长。好在发哥心中早已经有了对策，而答案就在水底之中。只见他弯下腰，在水中摸索一番，转眼间一捆水草就被捞了出来，把水草铺在营地的上方后，正当我以为这是要用水草给木头隔热时，发哥又从水底捞出一大坨的淤泥，接着再将淤泥铺到水草的上方。看到这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他的用意。把淤泥涂抹在水草上后，发哥又随手捏了3根泥柱。为了使泥柱不轻易垮塌，他把3节树枝分别插进了泥柱里。至于这3根泥柱的作用是什么，待会看完一定直呼内行。趁着泥土干燥的时候，他来到营地后面。营地的地基虽然搭好了，但上面还是镂空的，需要铺上一些树枝，才能在上面方便行走。由于只是临时搭建的营区，所以一切的工作都从简。解开吊床上的绳子，然后将绳子的2端分别绑在树枝上，睡觉的床铺就有了。发哥用双手撑在吊床上试了试，吊床绑的还是很稳固的。有了床铺，当然还得有个屋顶，毕竟这里可是雨林，要是从上面跑下一个老六，那就真的是取一响不一盖，全村男女老幼等上菜。这是我见过最硬核的野外生存。随手捏的泥柱就是灶台，没有茶叶就用树皮泡茶。发哥来到水中，树上的枯木是烧火的好材料。忙活了大半天，是时候补充点水分了。好在这边的资源足够丰富，不到几分钟，一堆木柴就被收集起来。他将树枝折断成细小的一节，这样能够让柴火更加充分的燃烧。望着灶台升腾起的缕缕炊烟，发哥连忙拿出水壶，再倒上半壶的恒河水后，他从边上的树枝上砍下2块树皮，稍稍的把表皮清理干净，然后把树皮放入壶中。在此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有谁知道这样烹饪的好处是什么呢？趁着烧水的时间，发哥也没有闲着，他要去检查渔网到底有没有收获。刚把渔网拉起，一条罗非鱼立即浮出水面，他赶紧把鱼儿从渔网上捡了下来。还没走几步，渔网又收获了1条鲶鱼。看来今天的运气不错，终于网到了4条鱼儿。回到营地，水壶中的恒河水已经烧开，好在回来的及时，不然火堆都要熄灭了。都说山珍海味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，对于刚从水里捞出的鱼儿，发哥也是用最朴实无华的烹饪方式，直接把鱼儿串在树枝上面，然后再把鱼儿架到火堆上烘烤。这种烤法讲究的是一个细火慢烤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火堆上的鱼肉也渐渐变得焦黄，随后伴着阵阵香味袭来，他再也按耐不住饥肠辘辘的小肚皮，直接撕下1块鱼肉吃了起来。看这吃相就知道味道如何。几分钟不到，全部烤鱼都已经被吃得一干二净。饱餐过后，困意袭来，劳苦了一天也是时候休息了。1人2狗生活在水上森林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用废弃瓶子做的平筏。随着天气越来越热，雨林的水位越来越低，发哥决定把大小黄接过来一起生活。毕竟外边天光云影，整天暴露在太阳底下暴晒，别说动物顶不住，连人都快躺板板了。好在大小黄常年生活在水上，面对摇晃不定的平筏，一路上也是波澜不惊，等待主人的安排。发哥卸下身上的重担，闲不住的他立马就忙碌了起来。这些鱼竿是他之前捡来的，仔细检查鱼竿没问题后，他打算试一试，看能否钓上一些鱼饵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需要解决鱼饵的问题，而答案就藏在树枝的根部。这里是螺类的天堂。随着32码的大手在水中来回摸索，几只深色田螺也跟着离开了水面。田螺是杂食鱼儿最爱吃的一种食物，同时也是发哥的最爱。经过一番摸索，发哥已经收集了不少的田螺放在平筏上。使用田螺做鱼饵之前，还需要把田螺的外壳敲碎，这样能更快地吸引到附近的鱼饵。紧接着把刚敲碎的田螺肉挂在鱼钩上，再挑选一处风水宝地放置，多一只鱼竿就多一份收获。深知这个道理的发哥，在附近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。回到营地，发哥升起了火堆，忙活了一大早，也是时候为午餐做准备。把装满大米的陶罐放入火堆，不要问米从何而来，难道就不能是捡来的吗？趁着煮饭的时间，发哥从背包上解下绳索。有了大小黄的加入，营地的空间看起来就有点捉襟见肘。为了能让大小黄有足够的活动场地，他决定重新做一张大床。因为是临时营地，
所以发哥没打算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心打扮，只是简单的把木头裁剪整齐，再把木头用绳子绑在一起，一个长方形的框架就做好了。至于用这个长方形的框架做什么，只见发哥用绳子丈量了一下边框的长度，接着把绳子绑在框架的4个角落。看到这，相信很多人都心中有数，他这是要做一张吊床，这真是癞蛤蟆睡青蛙，穿的不花玩的花。将绳索拴在树枝两端，发哥站在框架上小试牛刀，承重效果还是不错。有了框架，还需要床板，把刚才锯好的木棍排列在框架上，再用钉子把木头钉住。别看这吊床不大，制作起来实则相当费时费力。幸运的是，发哥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对吊床进行一番清洗之后，也宣布了吊床的搭建工程，就此大功告成。目前吊床离营地上有一段距离，不过也难不倒机灵的发哥，他直接把木头搭在旁边的树桩上，通往吊床的小路就这样铺好了。发哥从营地来到吊床中，他躺在上面试了试，虽然这个吊床空间比较小，但比之前的床更加舒适。此时闻着陶罐里散发出的米香味，是时候去看看陷阱是否有货。发哥小心翼翼地把鱼竿提起，一条饥不择食的小鲶鱼果然中标，看来今天的运气不错，第一竿就有鱼货。紧接着来到第2处，不过很可惜上面并没有猎物，而另一只鱼竿正被猎物拖拽的左右摇摆，很显然鱼钩上面钓到了鱼饵。发哥把鱼竿提起，又是一条鲶鱼，虽然鱼货的个头稍微小了点，但有货总比没货强得多。随着被收起的鱼竿越来越多，平筏上的鱼饵也逐渐多了起来，最终收获了4条鲶鱼。带着刚从水里捞上来的食物，发哥回到营地之后，他对新鲜食材没有做过多的处理，直接用木棍夹起来放在火堆上烘烤。而旁边的大小黄似乎也闻到了鱼肉的香味，纷纷提起脑袋看向前方。看着外焦里嫩的鱼肉，发哥赶紧从火堆里拿了一条，确认鱼肉已经熟透后，他给自己盛了一小半碗米饭，其余的就交给大黄、小黄他们了。带着米饭和鱼肉，发哥来到了吊床上，不过一不小心差点就开洗了，好在他最后稳住了阵脚。忙了半天，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的饱餐一顿。看着他大快朵颐的样子，想必这些鱼肉的味道应该还可以。不到1会的时间，鱼肉已经被吃得一干二净。饱餐过后，发哥也是困意袭来，他静静地躺在吊床上，似乎在构思着什么。无敌的海景，醉人的食物，加上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，快乐自由就是这么简单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加关注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